欢迎收看投资硬总经。Google 对每个有在使用网络的人来说，不只是个名词，更是个动词，可见 Google 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判决 Google 每年斥资数百亿美元维持全球搜寻引擎地位，这个是非法的商业垄断行为。所以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 Google 输了反垄断官司，接下来会怎样？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起诉 Google 违反反垄断法。起诉书中指出，多年以来近90%美国人使用 Google 搜寻服务， Google 却利用反竞争手法巩固自己在搜寻和搜寻广告业务的垄断地位。整个官司经过4年审理，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在2024年8月5日判决 Google 败诉。判决书中说到 ，Google 是垄断者，而且为了维持独占，一直在垄断，认定 Google 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维持全球预设搜寻引擎地位，毫无疑问是违法的商业垄断行为。这个判决一出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也应声下跌。那么 Google 是用什么手段进行市场垄断的呢？大家都知道，用户使用 Google 搜寻资讯的次数愈多， Google 搜集的数据就愈多。这些数据随后被用来改进搜寻结果，吸引更多用户并生成更多数据，这是 Google 的起家服务，也是 Google 获利的基础。根据法院开庭时的报道，搜寻引擎为 Google 带来超过1600亿美元的广告业务，占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全年营收的大部分，也就是透过支付高额费用，确保 Google 成为苹果和安卓等平台的预设搜寻引擎。您可能会问，只是预设为手机的搜寻引擎，有这么严重吗？由于 Google 是一间纯网络公司，无法搭配硬体进行销售，因此找到硬体合作伙伴，并且提供高额费用进行服务绑定，是最方便的途径。光是在2021年 ，Google 就支付263亿美元，大约是8668亿新台币给相关公司，以确保其搜寻引擎成为电脑的网络浏览器和智慧型手机的预设选项，以保持 Google 的市场主导地位。其实，成为预设的搜寻引擎是很重要的商业步骤。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梅塔也在判决书中直接指出预设选项的力量。他引用美国政府的专家证人、加州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行为生物学和经济学教授兰格尔的观点，证实绝大多数搜寻行为是出于习惯。当使用者习惯了直接使用预设服务，就很难再去主动使用其他的搜寻引擎。Google 则反驳，他们家的搜寻引擎之所以有着大幅领先的市占率，是因为产品很优秀。Google 说，数据固然重要，但聪明的软体才是真正的优势。所有合约都是商业伙伴自愿签订的交易。不过 Google 并没有解释，如果他们家的搜寻软体技术真的如此优秀，获得市场大部分消费者青睐，为何还需要支付如此高额的费用与硬体商进行绑定，以确保 Google 是手机的预设浏览软体？而进行市场垄断，受益者不只有 Google， 还有苹果。自2002年以来， Google 一直是苹果设备上 Safari 浏览器的预设搜寻引擎。美国司法部的文件也意外披露， Google 于2022年支付苹果将近200亿美元，换取 iPhone、iPad、Mac 的 Safari 预设搜寻引擎。根据法院证词，2022年的天价付款几乎是 Google 在2020年支付金额的2倍，占当年苹果营运利润的 17.5%。那么，就算 Google 每年支付高额费用给苹果，垄断了搜寻引擎的服务市场，又会对经济或一般消费者造成什么影响呢？在继续说明之前，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财讯的周年庆开跑咯！现在订购杂志1年期以上的读者，不仅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还能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Google 垄断市场的手段之所以会引起美国政府注意并提起诉讼，是因为市占率超过 90%。Google 这样做会使得广告商能选择的曝光效益最好的平台只剩 Google。也因为 Google 目前在搜寻广告领域没有能够匹敌的竞争对手，广告商只能单方面被要求支付更高的费用，才能出现在 Google 的搜寻结果当中。羊毛出在羊身上，更高的广告费用最后只会反映在商品售价上。消费者更是弱势，只能被迫接受 Google 的政策、隐私保护和对个人数据的使用。法官认为 Google 的行为已经妨碍了新公司加入竞争，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称这项裁决是美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加兰直言，任何公司无论规模、影响力有多大，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司法部将继续大力执行反垄断法。Google 也表示，将继续对此案提出上诉。身为一个投资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判决所带来的影响呢？这个判决是美国一系列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垄断案件中第一个重大判决。在川普担任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就开始对企业垄断进行调查，拜登政府则是起诉了脸书母公司 Meta、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声称这些公司非法维持垄断，透过在其平台上优待自家产品和收购小型竞争对手来获取优势。专家认为，这项判决将是数位时代政府监管科技巨擘的重要里程碑。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则是千禧年之前，微软在个人电脑作业系统市场高达90%以上的市占率，遭到美国司法部指控违反反垄断法。联邦法院在1990年判决微软垄断作业系统市场，并以伤害竞争对手及消费者为理由，命令微软公司分拆。微软后来上诉，虽然避免了分拆的命运，但因被禁止对同业强加限制性合约，并被命令向外界开放部分技术，以防止公司单独控制网际网路，重新塑造了科技产业的新规则。至于 Google 此案判决的后续，由于 Google 还能继续上诉，最后到底会被罚款，或者公司将被分拆，目前还不明朗。但 Google 的搜寻引擎业务势必受到阻碍，而微软的搜寻引擎 Bing 和生成式 AI 是否又会因此获利，还有待观察。财团粉丝们，您认为 Google 这一次反垄断官司败诉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A. 只是短期造成股价波动，长期不会有什么影响，龙头地位很难撼动。 B. 再大也大不过美国政府，不是公司业务要分拆，就是不能再跟硬体商合作，营收一定会受影响。 C. 官司没到最后，结局还很难说。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鹰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